他万万没想到，妻子碗里的粥竟透出一股莫名的药味。看着儿子碗中的粥一口未动，而自己和妻子却已吃掉了一大半，他心头猛地一紧，早上刚买的一袋老鼠药。难道？父亲急忙放下手中的勺子，慌忙让妻子拨打急救电话。可为时已晚，电话线早已被儿子悄悄剪断，而药效也已开始发作。他嘴里瞬间涌出大量黑血，在妻子震惊的目光中，一头栽倒在地，再无声息。母亲怎么也想不到，儿子竟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。愤怒之下，他抄起一把刀，打算狠狠教训彼得。但彼得并不傻，转身就往楼上逃。可没跑多远，就被追上来的母亲抓住。眼看就要挨打，母亲却突然剧烈呕吐起来。原来她也吃下了大半碗粥，五脏六腑恐怕早已被毒素侵蚀。彼得吓得一把将母亲推下楼梯，不料母亲落地时，手中紧握的刀竟直直刺入了自己的心脏。见母亲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彼得才缓缓走下楼梯。然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彼得这么做，竟是为了拿到母亲身上的仓库钥匙。自从搬进这栋新家后，彼得总感觉墙壁里传来低语声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他悄悄撕开了墙纸，在一个狭窄的小洞后，他竟发现了被囚禁多年的姐姐。姐姐蛊惑他说，爸妈都是恶魔。为了救出姐姐，彼得才设法拿到了通往密室的钥匙。父母倒下后，彼得迅速来到母亲的卧室。墙壁里的姐姐再次发出声音，他挪开墙边的大座钟，果然发现后面有一扇上锁的小门。他颤抖着将钥匙插入锁孔，轻轻一转，门开了。可下一秒，里面却传来一阵阴森的笑声。彼得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逃回自己房间。但姐姐已从门后追了出来。就在彼得惊慌失措之际，楼下突然传来喧闹声。原来今天是万圣节，几个常欺负他的混混上门讨要糖果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刚走到门口，房门竟自动打开了，仿佛在欢迎他们。四个混混毫不客气地闯进屋内，喊了半天没人应答，他们便开始打砸家具。殊不知，这举动彻底激怒了彼得那暴躁的姐姐。转眼间，一个混混惨叫倒地，其余三人还以为是同伴在恶作剧，结果短短几分钟内，四人全被姐姐无情灭口。直到这时，彼得才明白，姐姐根本不是什么被囚禁的可怜人，而是一个嗜血残暴的怪物。就在他瑟瑟发抖时，姐姐扭曲着身体朝他爬来，并道出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。彼得出生时，父母本该欣喜，却因他口中长着獠牙而惊恐尖叫，认定他是怪物，于是将他锁进仓库。而姐姐则被关在墙壁后的密室里，日复一日与蜘蛛和老鼠为伴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姐姐也要让彼得尝尝被囚禁的滋味。她一把将他拽出房间，毫不留情地锁进了仓库。无论彼得如何哭喊，他都无动于衷。怪物姐姐以为计划成功，却不知彼得早在当天下午就偷偷给老师丽莎打过电话。丽莎越想越不对劲，便驱车来到彼得家查看情况。按了半天门铃，无人应答。他推门而入，只见屋内一片狼藉，地上还躺着几具尸体。他吓得立刻要报警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怪物姐姐偷袭。丽莎拼命往后退，想逃出大门，却发现门已被反锁。这时，墙壁里传来彼得微弱的求救声。他不忍丢下孩子，抄起一根铁棍，小心翼翼走上2楼。果然，一间卧室的墙壁缝隙中伸出了彼得的手。他试图将他拉出来，但姐姐怎会允许？丽莎吓得赶紧关紧房门。可还没等他喘口气，墙壁里又传来一响。姐姐已从1楼的仓库入口绕了过来。为阻止悲剧，丽莎疯狂砸墙，终于将彼得救出。两人拉着彼此往楼下逃，本以为能逃出升天，不料姐姐猛地从暗处扑出，一把将彼得拽了回去。等彼得回过神来，已被丢进一个宽约1米、深达10米的地窖。原来这里正是姐姐多年被囚之地。她早已学会像蜘蛛一样在墙上攀爬。看着姐姐缓缓从上方爬下，彼得吓得魂不附体。就在这时，丽莎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姐姐立刻死死捂住彼得的嘴，但丽莎已循声来到地下室。下一秒，姐姐突然从地窖中跃出，一把抓伤了丽莎的小腿。丽莎强忍疼痛，迅速退到墙边。当她看清眼前这个头发长达10几米的怪物时，顿时目瞪口呆。就在怪物准备结果她性命时，却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住。原来是她那从未修剪过的长发缠住了自己。更幸运的是，彼得趁机抓住那缕头发，
奋力从地窖中爬了出来。眼看怪物要反扑，彼得急忙示意丽莎动手。丽莎举起铁棍猛击，怪物痛得滚落回地窖。彼得迅速拉下铁链，将铁栅栏牢牢锁死，终于阻止了这场噩梦。姐姐在地窖中伸出小手，装出一副可怜模样，但彼得再也不敢相信她了。此后，他再未打开过那扇门，可姐姐的阴影却深深烙印在他心中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他总觉得她就藏在床底下。影片至此结束。